不愧是女剑仙，我连续表白了7天7夜，你还是不给我隐藏 CG 是吗？你是谁？我警告你，你不许再碰我了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唉，这游戏的好感度也太难涨了吧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狗策划设计的。算了算了，先吃饭吧。这是僵石院，刚刚在游戏里被我折磨了7天7夜的僵石院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我有理由，理由就是我未来会是你的夫君。不见了。真不是幻觉，怪不得之前下线后，僵尸渊总会在地图上乱跑。哎，这个观看模式可以点开了。他放开我了。为什么要还我自由？真的是因为我在木板上写的字吗？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先把月影宗重建起来再说。祖师飞称后，月影宗就接连遭遇不祥，许多同门师兄师姐相继殒命，就连最疼爱我的姐姐也在一场不祥中失踪。曾经我只是一个不能修行的废脉，是祖师帮我续上了修行路。为了重振宗门荣光，我进入了永夜神虚，经历9死1生，还成为神魂境修士，比肩乃至胜过许多一流宗门的掌门。既然实力足够，那下一步就是清理废墟，学习阵法，还原宗门的原样。观看模式也挺有意思的嘛。神机门，顶尖门派，精通阵法之道，有着能直接造出大量房屋的逆天阵法。月影宗僵石院，前来借神机门千损影一用。不是，这也太莽撞了吧！游戏内的修仙界共有4大境界：通玄、凝灵、神魂、灵神。僵石王目前只是神魂初期，还没到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。好在这个神机门分部没有神魂境坐镇，不然就麻烦大了。那学着吧，我先去整点东西吃。游戏里已经过去3天了，他是不是学不会啊？如果换成我来控制，果然又来了。这是千索引，是他直接让我学会了千索引。之前在永夜神区和域外魔物厮杀时，明明我只有通脉前期的实力，在他的控制下，却能轻松击杀通脉后期的魔物。现在连阵法学习也……阵法学会了，接下来就是材料。我看看哈。有了，奇物居，完成阵法的材料全都能在里面买到。他控制我来奇物居干嘛？难道是让我来买阵法所需材料？唉，可是我身上没钱啊。这材料啊，也不一定要用买的嘛。这是在干嘛？我怎么在翻墙啊？
我不是来买阵法材料的吗？如果没记错，剧情里月影宗遭劫的时候，齐物居可没少落井下石。前面有守卫，那只能绕路了吧？以为扔个石头就能把那些守卫骗走？要知道那些守卫中的头头可是通脉境的。这些守卫的脑子被僵尸吃了吗？这也能被骗？这前行剧情倒是做的挺简单的，只要不被这些守卫看见就行。东西好像差不多。蠢了，来都来了，我还给这齐物军节省起来了。还在偷，那家伙时不时有点太过分了。这哪是来偷东西的，分明是来进货啊！看来这种前行模式也有极限，偷多了暴露风险会急剧上升。这次就先取这么多，等下次学个隐匿功法再来一趟。感觉没发挥好啊，应该还能再多拿一点的。之前在永夜神虚的时候，偶尔也会听见他的自言自语，什么霸哥空气墙，还有那个该死的特殊袭击。之前还以为他有什么特殊目的，现在看来也不像坏人。难道说我真的有那什么特殊袭击，而且对他很重要？终于搞定了，现在只要启动阵法，这段主线就完成了。不对，如果真和我猜想的一样，20好感度以后，只要触发剧情模式，就能让僵尸院来到现实世界。那这个主线任务一完成，岂不是僵尸院就直接过来了？那不行，白天见面那次太仓促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准备，起码得洗个头吧。又能动了，而且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停下？明明把阵法启动后就能把房子建起来了，阵法也没什么问题啊。要不我先把几处核心建筑复原一下。我这样建僵尸院应该没问题吧？会不会穿着太随意？哎，要不要给他准备点什么？算了，不想这么多了。能见一面吗？僵尸院来了吗？来了。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？你来了。我来了。首先声明一下，我对你没有恶意。我想和你见一面的原因是，我想和你好好聊聊，除了解开之前的误会，还有真心换真心。真心换真心？我想我们两人现在都没搞清楚状况，所以我想用坦诚的方式和你交换情报，这样我们也能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想法。你想怎么交换情报？那你先来房间里。对了，你千万不要碰我啊！别多想，我不是害怕你动手，只是我猜测，可能我们暂时还不能有皮肤上的接触。如果强行触碰，你可能就直接回去了。我先给你演示一下我是怎么控制你的。这东西叫电脑，我就是依靠电脑控制了你。这等宝物是怎么来的？这不是什么宝物，在我们这里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物件，可能就是相对贵重一些，但绝不是什么稀罕宝物。家家户户都有电脑，这里难道是飞升后的仙界？难道仙界的每个人都能用电脑控制他这样的下界之人吗？你可能有些误会，虽然电脑是家家户户都有，但像是我这样能跨越世界控制你的人，只此一家。你在得意吗？我没有得意，只是庆幸，幸好是我掌握了这种力量。所以你就用这力量羞辱我。如果你说的是那7天的事情，我承认是我的错，但你以后会知道的，我不是故意那样迫害你，一切都只是误会。所以你以后也会像此前那般操控于我。我们以后可以商量着来，我不是要操控你的人生，也不是要左右你的意志，我只是会在该出手时出手，帮你减除掉不必要的麻烦。
再和你介绍一下电脑游戏吧。我就是通过这个东西来帮你完成你想完成的事情的。你是指帮我学会千算银？没错，而且不只是功法，还有帮你重建宗门，甚至以后还可能帮你做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。其实我有个问题，你明明看着很弱，还很虚，为什么会有隔着世界控制我的力量？因为我是一个正在成长的神，现在还很弱小，需要一步步变强，而帮你就能让我变强。帮我就能变强？没错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？我们相互帮助，其实就是双赢。其实我还想进行2个测试，因为材料有限，所以我们下一步先把宗门主殿和演武场建起来，怎么样？你不是神吗？为什么不一次性全部？你有点叛逆了。我是还在茁壮成长的神。游戏里的主线任务大概率就是僵尸院的下一个目标，要是任务定得太大，要攻3、4天才能完成，那怎么和僵尸院高频率见面？不见面怎么聊天？怎么表白？怎么提升好感度？怎么解锁特殊袭击？行吧，那就一步步来。然后是第2个测试，你能让我亲你一下吗？你这登徒子，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。你误会了，我是想确认我们能不能有肌肤接触。你要是实在不乐意，我们可以只是手指触碰，这个实验很重要。现阶段，肌肤接触或许就是你回去的触发机制。难道不是因为你有非分之想？只是为了测试而已，我问心无愧。抱歉，是我想错了。没事儿，那我们握手吧。在我们这里，握手是基本礼仪，有的地方初次见面还亲脸颊表达礼貌呢。成了，主线任务果然是重建宗门主殿和演武场。原来和他接触后，真的会直接回来。不过他肯定没有表现得那么正经，眼睛一下看上面，一下看下面的，怎么可能一点非分之想都没有？又来了，这是在让我干嘛？这是什么？传送锚点也搓好了，接下来就是继续搞钱。至于怎么来钱快嘛，当然是继续盗喽。不是吧？昨天刚进去偷过东西，今天又来。都给我睁大眼睛！再发现昨天那种事儿，明天都给我去扫茅坑！老大，昨天肯定有鬼你妈个头啊！今天仓库里来了一批稀罕物，要是再丢了，把你们这帮怂货绑一块都赔不起。99成稀罕物，奇物局真是好人啊！龙涎草、百年血枝，还有上品灵石，一整袋。这就偷不动了，要不撤退？如果我现在加速时间，是不是能直接刷新奇物局的仓库，然后再偷一波？这大概确实是神仙才能做到的事情吧？不是，还要偷啊！这潜入难度果然是不断递增的，之前还能直接潜入，现在就必须动手了。而且这奇物局也聪明了，不仅加派了人手，那些好东西也没了，只剩下些不值钱的东西。这次就这样吧，等等在这附近装个传送锚点，过段时间仓库里有好东西了，再过来进货。现在就先把手里的宝物处理一下，变成银两。先存个档。这些东西你们奇物局收吗？怎么会有偷了别人东西又明目张胆的折返回来卖给人家的操作啊？这也太丢人了吧！算了，只要把这里打烂，以后就能说我是来找茬的，也不至于坏了月影宗的名声。果然不能卖啊，读个档吧。这是时间倒退，好厉害的能力！看来得稍微麻烦一点，另外找个地方销赃了。要不找个魔门？不是魔门吗？怎么这自动寻路给我带到客栈来了？这位客官，是要住店还是打尖？寻一处清静，等旧相识。旧相识何姓？可有信物？故人无姓，只等今夜灯火。您且稍等，小的去通知掌柜。原来刚刚说的是街头暗语啊！还是游戏的内置搜索功能好用啊！
掌柜，请您进去说话。妹妹想做点什么买卖？我有一些东西想从你们这里脱手。哦，看来是来路不怎么正当的东西啊。暂时就这些了。从哪儿弄来的？从奇物居弄来的，刚弄没多久。那不好意思，我们不做这生意。为什么？奇物居在找这些东西，我们犯不着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去得罪他们。如果我以后还有更多的宝物呢？比这些更好，而且多得多。你想要什么？一个稳定的销物渠道，还有，如果你们有隐匿气息的功法，我想买一本，只要价格到位都好说。不过口说无凭，功法就用你这次卖的宝物换，你亏的那点儿就当长期合作的押金了。好，宝物换就换了，等学会这个隐匿气息的功夫，大姐姐，你晚上就不要睡得太死喽。给，月后即焚。还不错，算是上乘功法了。那这次先这样，下次有宝物了我再联系你。消失了，一个神魂境的大活人直接凭空消失了。我居然瞬息之间跨越百里，直接回到了月影宗内。OK， 主线任务提交了，你来我这边一趟吧。你先说吧。你们这偷东西是很平常的事情吗？当然不是，在我们这里偷东西是要坐牢的。我很高兴你能意识到偷东西是不对的，但为了月影宗，我不得不这样做。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？你会管理宗门吗？你会赚钱吗？先出来坐着说吧。我想了想，下一步我们就重建藏书阁怎么样？之前你说的那个特殊袭击，我真的有吗？如果我真的有这种宝物，我可以和你换，只要你能让我那方世界的时间到场回月影宗遭遇不祥前。你真要用特殊袭击跟我换？不行吗？你知道特殊袭击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特殊袭击不是什么宝物，是指我们做道侣双修该做的事，这些都可以是特殊袭击。你要是愿意，我就开始喽。你敢？而且我也只能把时间倒推到有存档的地方。存档？你可以理解成我在时间长河上做的标记。现在最远的就是你从永夜神躯里出来的时候。不过以后可能可以回到更早。以后？我现在的神明全能有限，等我成长起来后，说不定就能让时间淬回月影宗遭劫之前。我能帮到你吗？能，而且你至关重要。具体是要我做什么吗？需要你爱上我。有人在门外鬼鬼祟祟的靠近。别激动，应该是送外卖的。来一杯吗？甜吗？换双鞋吧，在我们这儿有客人来做客，是要给客人准备拖鞋的。好，劳烦您了。其实按照我的计划，下次你再来的时候，我就准备带你出去逛逛。为什么这次不行？因为你现在的衣服太招摇了，所以我准备先给你买点我们这个世界的衣服。这怎么能穿呢？这太不知廉耻了！这是内衣模特，是很正常的内衣展示。你要是穿我们这儿的衣服，这种内衣也得买一套。至于外面嘛，现在是冬天，穿这种羽绒服就比较合适了，然后里面最好再加一套内搭。这些衣服贵吗？贵是贵了点儿，但给你穿的，怎么也不能搞些劣质产品。没事，不就是几件衣服吗？我去给你抢回来。你们这方世界灵气稀薄，想必无人修行，
没人能阻拦我。这等威力，是什么法器？这是核弹，还有威力更大的，叫做氢弹。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出去抢东西了吧？不过你如果能发挥出神魂境实力，对这玩意儿也不用太担心。我在这里的实力，可能只有我修为的1/10。那可惜了。你要是真想发挥全部实力，就尽快爱上我好了。好想打他一顿，怎么办？内衣、内裤、外套、毛衣，还有裤子、袜子，应该是齐了。再买2条丝袜吧，黑丝和白丝各一双。贵，这么贵啊！我下次要给你带点银两吗？要是带不过来，就算我欠你的。白银黄金在我们这儿也值钱，但是用起来不太方便。没事儿，钱的事你不用在意。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们看会儿动画吧。普通人修仙传，这动画比茶馆里说书先生讲的故事还要好看。可惜之前一起去茶馆听书的师兄师姐，如今你醒了。我想好了，以后倘若再有必要，就用李飞宇这样的假名行事。什么李飞宇？坏了，让他学到真东西了！合欢宗的修行秘书似乎是讲究一个均衡之道来着。你在想什么？我没想让你学那些双修秘术，然后带回来和我修炼。毕竟我基础太差，这样就是单方面向你索取。你这不是想得很仔细吗？这般闲散下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此番测试到此为止吧，我要回去了。这话怎么跟小媳妇受委屈了要回娘家一样？手伸出来。也不用这么着急吧，你现在回去测试就行吧，下次再测试。这就是女剑仙的仙手吗？好软。等等，怎么真的摸到了？完了，这下你可能真回不去了。我能不能回去另说，你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看你这经脉虚的。我哪儿虚了？所以我才说双修，帮我提升一下身体素质嘛。难道是因为好感度增加了？难道说现在我要亲你一下，你才能回去？哦，那要是亲了也不能回去呢？那肯定是亲的地方不对，得亲亲嘴巴才行。那若是亲亲嘴也不行呢？还得是多聊天啊。不过这个主线任务有点怪，怎么会是宗门登记呢？游戏世界中注册宗门要找大晋王朝北镇府，以前月影宗是10大顶尖宗门之一，现在因为连番遭劫，甚至都被注销掉了。而且三流宗门登记都要1万两白银，这也太贵了吧，还是得搞钱。这是又来偷东西了，这次还是从柜台偷。靠，被大车骗了，这隐匿之术根本就用不上啊！必须去找大车要个说法。不好，不能让大车死了，不然还得新找门路销赃。魔堂主，只要你投降，我们保证不伤你性命。你要我相信一个背叛者的话？别和他废话了，赶紧动手！有我在，我看谁敢动他！神魂境修士，不好，快撤！哪里跑？搞定，回来看看大车吧。哎，怎么没有贴贴选项？那这杀害也不能选啊。算了，还是选交谈吧。你没事吧？没有大碍，多谢阁下出手相助。你身上有钱吗？有一点。一点是多少？有1万两吗？没有，只有1000两。那我需要1万两银子，你有能力借我吗？
或者你给我一点任务，我帮你完成，你给我1万两报酬如何？成交。你也看到了，刚刚袭击我的蒙面人很有可能是圣火教的打手。我烟雨楼在蜀州经营已久，很多生意都和圣火教有直接的利益冲突，所以很可能是他们处心积虑地谋划这场袭击。你若是能替我去一趟圣火教的据点调查一番，我可以给你一笔可观的报酬。这段剧情倒是像游戏的支线任务了，在给任务前还要噼里啪啦说一堆背景故事。这是价值1000两的千珏宝珠，就当是定金怎么样？那肯定是接受任务喽。看来的确是圣火教的错，我现在就去狠狠地调查他们。这就成了？难不成这女人一开始就只是想白嫖自己1000两银子？啊，差点忘了正事。你上次给我的隐匿功法似乎是用来偷袭别人的，不太适合我。你有没有那种可以让人如同隐身的功法？我刚刚救了你，我不是不愿意给你，只是这个功法未必适合你。拿来看看。这是我自己钻研出来的功法，你想要就拿去吧。这什么鬼名字？这个功法还是你拿回去吧。OK， 接下来就是自动寻路，圣火教据点，出发。这莫哲之还算有点本事，除了功夫名字怪怪的，用来隐匿气息偷东西肯定是……不对，怎么又是偷？已经被那家伙带歪了。真是令人厌烦啊！开门！芝麻开门 ！FBI！ 这是江时苑，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还换了一个接头地点啊，还好有自动寻路。很明显，主谋不是圣火教，圣火教只是派人参与了针对你的围杀，真凶另有其人。好了，给钱吧。我怎么知道你能找上门来？我哪还有钱啊？但我要是说没钱，他不会一刀砍了我吧？那你调查清楚真凶是谁了吗？是你们烟雨楼的人。什么？几个时辰内，他居然就把事情调查到了这种地步。是了，他这趟过去，估计把圣火教的人脑浆都给咬完了。能搞到这些消息也不稀奇，但正常人会为了1000两银子，就这样得罪一个顶尖宗门，是有什么隐秘吗？看来是瞒不住你了。烟雨楼的老楼主即将飞升，几位楼主如今明争暗斗，我虽无意楼主之位，但还是被卷入其中。对我出手的应该就是另一位堂主莫无情。莫无情？没错，他是我父亲。我娘是莫无情抢回去的炉鼎，我也从小被他送去清溪书院，后来更是在他的逼迫下，导致书院分崩离析。他甚至在后来还把我娘杀了。给我钱，我帮你把你爹做掉。啊？怎么了？舍不得你爹？你说笑了，我只是还没做好竞争楼主的准备。到底杀不杀？给个准话。杀，但我需要2天时间联络旧部，准备一份。终于更新任务了。好，2天后见。我和你说，当时是黑云压城，血光冲天，圣火教一种教徒结阵而战。放屁，根本就没有结阵一说。我在现场，根本就是神魂境强者单方面屠杀。我听说烟雨楼的报复
全是那个姓莫的魔女一手策划的。这下是黄泥巴掉裤裆，不是屎也是屎了。难道真的已经退无可退了？哎，你怎么还敢出现在房子里？啊，这要是奔着偷工来的，我应该已经躺地上了吧？神机门出品新版流影石嘞，只要10两银子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是你？他不会又是来抢劫的吧？我是不是要逃啊？投影仪，这叫流影石。不过你这投影仪的名字倒也有几分贴切。不过可不要小看这流影石，我在里面设计了18道阵法，不仅可以轻松地将脑中所想录入其中，投影出的图像更是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。我可以试试吗？当然可以，尽管试，尽管瞧。怎么传输影像的按钮是灰的？这怎么不能传输影像？这内部的阵纹可是我独创的，你得先学会阵纹，才能像我一样肆意传输影像。那你倒是把操控阵纹的方法给我呀。不过我这操控之法可不简单，仙子要是想学，恐怕需要1年半载的钻营。1年半载，你学会了百灵阵法，这能上传啥？哦，电脑里好像有10集普通人修仙传，就传那个吧。怎么样？我这百灵阵法还算精妙吧？看不懂也没关系，仙子与我有缘，可以拿回去慢慢。这合理吗？啊！这也有支线任务？难道这游戏还有文化入侵异世界的玩法？但我图啥呢？卖动画赚银子吗？这哪有当道生来钱快？黄长老，你知道电影院吗？什么电影院？就是找一个黑乎乎的屋子，播放这种供人消遣的东西，很多人坐在里面看。听不懂没关系，我又上传了60集动画在你这流影石里，你到时候免费给别人看，先简单推广一下。好，没问题，包在老夫身上。然后是你之前是不是在躲我？之前就觉得不太对，怎么每次找到大车他都一脸惊讶？现在一想，他根本就没给我接头地址，要是没有自动寻路，岂不是都找不到他？没有的事。抱歉，我并非有意拖延，而是此事复杂，我又摸不清你的底线，实在是进退维谷。给我钱，我帮你做事。给你2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，你现在就把前面欠我的1万两工钱结了，我们一拍两散。1万两？我什么时候答应给你1万两了？你抢钱啊！第二个选择，我们现在去把你爹做了，然后你把剩下的工钱给我。说来说去还是要钱。你难道不知道莫无情是神魂境中期吗？再加上身边的护卫，还有和他沆瀣一气圣火教，即便你我联手，胜算也不足3成。这你不用管，只要亮了血条，就归我杀。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帮手。谁？一位容貌甚伟的翩翩君子，只要他在侧协助，我们输不了。另外，实不相瞒，其实我十分仰慕这位公子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他结为道侣，然后给他生5个孩子。这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。原来仙子有倾慕之人呀。没有，我没有啊，你别听我胡说八道啊。不过你我修行之人，生5个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多在哪儿？以我对他的爱慕程度，至少也要生5个才行。这样啊，看来你确实很倾慕暗恋这位翩翩君子。所以你想好了吗？2个选择，你选哪一个？搞快点，我认钱不认人的。我选第2个。那走吧，现在就出发去杀你爹。不用这么着急，我们现在连莫无情在哪儿都不清楚，而且我也需要时间准备一下，到时候才能顺利接管烟雨楼，最快的把1万两白银给你。
行。这莫无情的位置怎么这么远？自动寻路都要跑好久。还是先吃饭吧，回来再去找他。嘿，我能动了，得赶快找到莫哲之，向他解释清楚。刚刚我说错了。我没有爱慕他，不是我爱慕他，是他爱慕我。算了，你忘了我刚刚说的话吧。我姑且再确认一下，你是要我忘记你刚刚说的这些话，还是连前面说的把生5个的事情也忘掉？对于我等修行之人而言，生5个确实比较多了，生1、2个比较合适。好，只生1、2个。没想到江石院居然还跑回去找莫哲之解释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除了这件事，还有什么需要我忘记的吗？没了。不过你别多想，答应帮你对付莫无情的事情是定好的，不会变的。明白了。不过说起来，你这会儿给我的感觉和之前很不一样，就像2个不同的人格。这是在试探我。我天性如此，若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他这不是挺正常的吗？会慌张，会有表情变化。所以到底什么情况？难道他有2个不同的人格？算了，不想了，都已经这样了，就是顺其自然吧。上号，阵纹没有任何变化，也就是说，他真的在一瞬间就完全搞清楚了我这么复杂的阵法。此子当真恐怖如斯，就是可惜月影宗时运不济，这个仅剩的独苗估计也活不了多久。哎呦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没在计划开电影院？老夫确实不太理解你说的这个电影院。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算了，你去把这块留影石里的画面放在外面24小时不间断播放给路人看，这下明白了吗？这倒是能听懂。行，反正你要尽量让更多的人看到我这留影石里的动画，不然我打死你。不是，你咋这么霸道呢？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，放心，尽管交给我吧。同意就行。那这个支线就做到这里吧。接下来就是莫哲之那边的事。堂主刚刚收到确切消息，莫哲之尝试汇拢蜀州救渡，但因为我们的人暗中阻挠，他进展不顺，似乎放弃了。莫堂主，老朽此番前来是为了帮圣子带句话。既然莫堂主要对付的敌人比之前商量时难缠了许多，那我们这边的要价自然也得水涨船高。这是圣子托我带给莫堂主的封魂鬼针，届时请用此针将莫哲之控制住。圣子留莫哲之性命有大用。大用，怕是拿来当炉鼎吧？可以。犯我圣火教的那名神秘强者，圣子会亲自将其镇杀。莫堂主只需将莫哲之抓来送与圣子，他往后便不会再出现了。还有什么要啰嗦的吗？神魂境修士，不好！我来晚了吗？再等等吧，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。我来晚了些，抱歉。烟雨楼这边的事情我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，不过结果不太好。不过虽然没找到人手，但给你的钱我还是准备好了。这是价值1万两的千珏宝珠，还是大车做事干脆啊。来，这是你爹的骨灰。啊！你说什么？你爹的骨灰啊，我已经把它宰了，因为想着提个脑袋过来找你有点不符合我清冷仙子的身份，所以我直接帮你把它原地火化了。莫无情可是神魂境中期哦，比神虚里的同阶怪物好杀多了。传闻果然是真的，他确实进过永夜神虚。不对，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。这里面真是莫无情，真是你爹，你可别跟我说你又不想杀你爹了，不想要也要钱啊！你知道我这一趟跑了多久吗？大家都是神魂境前期，为什么你能这么猛啊？你是怎么找到莫无情的？在靠近云州那边的地界找到的。不信你打开罐子看看，里面真是你爹。连传说中的永夜神虚，我也只是有所听闻。以前我甚至怀疑这神虚是否真实存在，直到见到你，才觉得所言非虚。那也不是什么神奇的地方，
里面就是有很多怪物，然后升级会快上很多。走吧，我来帮你谈判。好。终于搞定了。你不错，以后有生意还找你。那往后就请仙子多多照拂了。好说，以后有空一起泡澡。好啊。那你现在有空吗？有啊。那走，上我们月影宗泡澡去。现在这个登徒子，好色就算了，能不能不要用我的身体去做这种流氓事情啊？等等，一起泡澡，那岂不是我也……这还是下次吧。行，那就下次约，拜拜。先开成观看模式，然后再去洗个澡，等会儿回来再交任务吧。能动了，他又干嘛去了？算了，也和之前一样，先把藏经阁建好吧。成了。月影宗。让我想想，要不要骗江时院跟我一起出门，来一场浪漫又不失暧昧的月下漫步？什么情况？你已进入副本模式。副本模式，这不是和之前过神虚副本一样吗？我死了吗？被那法相碾成飞灰了，但好像不怎么痛啊。主线任务自动提交了，是因为江时万趁我不在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，触发了主线任务吗？叫什么无阴神虚，结果和永夜神虚没什么区别吗？速战速决吧，别影响我和江时院贴了。这什么无阴神虚的怪也太多了吧，而且还不能暂停，再不通关我都要被熬死了。这么弱，副本小兽打了3个小时 ，BOSS 就只扛了3分钟吗？哎，又能动了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那个怪物好像还没死。不应该啊，我刚刚已经把他血条砍光了。在我这边看，他虽然还能动，但和死了没什么区别。是元师妹。我去，这人形 BOSS 还藏着主线剧情啊！师妹，你是钱师兄？师妹，我想回去啊，我想回去。我姐姐当时是不是和师兄你在一起？我知道，江时院最在意的不仅是月影宗，还有他姐姐。只可惜，我们没能从这位钱师兄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本来就没抱什么希望。那我就切换游戏模式了，就是说你会直接过来我这边。好。刚才那个没事吧？没事，你还是先关心一下自己吧，看上去都要昏过去了。年纪大了，确实没以前能熬。你刚刚是觉得你姐姐可能还活着吗？我本来没抱希望的，但看到一位师兄以这种形式出现，一时有些心急。你姐漂亮吗？当然漂亮。那你姐
大概率还活着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？因为我是神，神说我们终将重逢。他是在安慰我吧？我还以为你的反应会再激烈一点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反应？就是那种感动到眼含泪花，然后默默在心里想，将来一定要给我生5个。你还敢跟我提升5个？我投降，当我没说刚刚的话，好吧？说实话，我现在都没搞清楚，你们月影宗遇到的不祥是什么？还有神大人不知道的事情吗？收起你的阴阳怪气，神大人还在成长，有1、2件事不知道很正常。我只能和你描述我的视角。我其实很早就进过永夜神虚，不过当时姐姐及时把我拉了回去。当时我们都没多想，只觉得是度过了一次危机。后来祖师非收，月影宗在荆州的总坛就发生了灾祸，当时在总坛内的长老弟子无一幸免。那灾祸是和今天一样的法相聚首吗？不知道，每次宗门遭遇不祥，我都不在场。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又被困在了神虚里。等我出来后，宗门已经完全衰败了。你确定你每次进入的都是永夜神虚？像今天你打通的就是无阴神虚，怪物在里面走动是完全没有音效的。真的有别的神虚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在我们玩家的视角里，神虚就是剧情副本，刚刚的钱师兄就是剧情钩子，吸引玩家继续探索的。简单概括，就是随着神虚的秘密逐步展开，你就会发现你姐姐真的还活着。真的吗？所以你得对神大人恭敬点儿，别成天想着揍我。我要是有个好歹，谁帮你去探查神虚里的秘密？神大人现在准备赶在猝死前好好补上一觉，你过来给我陪床。哎，有话好说，别舞刀弄枪啊！陪床不行，至少在我旁边倚着，给我讲个睡前小故事呗。哼，你莫不是3岁小孩？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，还要我来教你吗？爱说不说。你先别急着睡，我想把动画看完。跳过片头片尾的设置弄好了，你别乱动，直接看就行。那你好好休息吧。嗯。休息好了。看到哪一集了？寒天尊刚刚缔结元婴。这么快？你们这法宝操作起来不难，我已经知晓怎么用了。这里的倍速可以让影像加速播放，我开了2倍速，还开了弹幕。难怪他知道韩老魔的各种外号。这弹幕倒也有趣，偶尔能看到几个令人啼笑皆非的。你之前为什么要把这动画交给神机门长，还逼他播给路人观看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你信吗？现在这游戏的各种机制我都还没搞清楚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做着做着就熟练了。那你之前提到的电影院又是什么东西？是个能赚钱的地方。要不我带你去电影院看看？这主意不错。我马上买2张午夜场的票。记住，出门之后不要使用法术，任何神通都不能用。外面到处都是监控，被拍下来就不妙了。还有，出去一切听我指挥，不然别人可能会觉得你很奇怪，搞不好会报官。你上次不是说我穿这身衣服不能出去走动吗？没事，现在这么多玩 cos 的，只要你不突然从胸口把令箭拔出来，应该没人注。不对，你生得如此貌若天仙，仿佛9天鱼女，国色天香，仙姿玉骨，出去回头率肯定巨高。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只管躲在神大人的臂弯里，神大人自会替你遮风挡雨。
现在电影就要开始播放了。这屏幕可比我们家里的电视大多了。我们家你们这儿也有和魔门一样不知廉耻的人？怎么了？难道有情侣在上下其手？就是我们后面的一对男女。不好，快把你的手给我。怎么了吗？我就没在电影院跟女孩子牵过手，再不牵你的，我会很嫉妒后面对情侣的。撒手！我数到3。江时月，能这样和你牵手，一起看电影，我真是太开心了。我好像能揍你了。你要是再敢乱摸，休怪我不客气。难不成是好感度增加了，才让江时院突然变得能揍我了？那这拳挨的好像也不亏啊。这个电影院里还能明目张胆的做那种事？小情侣偷偷摸摸做点亲密举动很正常，一般人管这叫浪漫。都那样了，还正常吗？嚯，你的意思是那个了？那就不太正常了。这影院内有监控的，你以为黑乎乎的，其实在监控里什么都看得清。你我皆是懂得忠孝信义的人，万万不可像他们那样不知廉耻啊！他是不是对礼义廉耻有什么误会？即便是牵手这种事情，应该也是要结为道侣的男女才能做的吧？没想到我这种经历过社会毒打的人，还能体验到这种清澈纯真的恋爱感。走吧，不看彩蛋的话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感觉这个电影狐妖和兔子精的故事好难懂啊。忘记江时院没看过第一部了。你是不是想让神机门长老开个电影院，然后靠播普通人修仙传赚银子？一开始是这样想的，但我后来觉得你们那儿的人估计不太乐意花钱动漫，所以才让黄辉宏免费播。也不一定，若是定价合适，还是会有人乐意花钱。听说还得付茶水费呢。你不会是在考虑开电影院为宗门赚钱吧？只是觉得这是个思路，虽然可能来钱慢，但好过偷偷摸摸。如果我学会了用电脑，我能自己控制自己吗？应该不行吧？你看屏幕，现在游戏里是监控模式，都没有可操控角色，你怎么操控自己？按照你的意思，只要有那什么可操控角色，我也可以像你操控我这样操控他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可能还真行。不过现在的情况是，只有你一个游戏角色，所以只能由我来操弄你。游戏操作的事情你不用操心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安心待在我这儿，测试你究竟能在我这儿待上多长的时间。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那我继续看《普通人修仙传》吧。网购女装很容易买到不合尺寸的衣物，所以拿回来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要试穿，不合适的话得退换。不就是想看我换衣服吗？哼，不给看。居然还有这一招。很合身，把衣服换下来吧。新买的衣服要洗过以后才能穿。怎么没奶香啊？竟然还有这种术法，那要是开个洗衣店，岂不是嘎嘎赚钱？这两个术法，修仙界的人都会吗？那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们月影宗的独门绝技。独门绝技？这术法是我姐姐亲手开创的，只交给了祖师和我。而且要不是在你这边我修为受限，你根本就不用买那些衣服，我都能幻化出来。幻化衣服？那以后岂不是可以随意更换制服？咱们姐姐真厉害。什么时候是你姐姐了？那是我姐。
你先看会儿动漫，我去把最近攒的代练单子打一下。我看到你在电脑里不停的杀人，那些人又不断的复活，有时候好像还会杀你，这样能赚钱吗？打得像我这样好才能赚钱，要不你也来试试？把屏幕上的鼠标移动到那些机器人的脑袋上，然后点击鼠标开枪，机器人就被你打死了。这什么鼠标和键盘的感觉，一用力就要碎了，可是不用劲儿怎么杀人啊？你第一次接触电脑，能有这水平已经不错了，要不要再试一把？算了，这东西比我想象中要难一点，抱歉，还是不能帮你赚钱。你是想帮我赚钱？是啊，之前你给我买衣服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手头拮据吗？我这2天看下来，你好像确实不太宽裕，而且刚刚我观你眼眉尽是疲惫，想来用这东西用电脑赚钱，其实也是辛苦事。何况你身子骨本身就弱，我才想着试试看，或许我能帮你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眼睛不小心进了沙子。赚钱我如果帮不上忙，就先教你点断体练气的本领吧，先治一治你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。我哪儿弱不禁风了？大学篮球比赛的时候，我可是场均20多分的绝对主力。你就说你学不学吧。哼。学，我学。你这样不对，你要舌顶上阿，自百会引动体内清气，然后将其引入丹田黄芩之中。我怎么什么气都没感受到啊？你这基础太差了，我觉得还是先帮你洗髓法骨，构筑基础，要不然别说练气，断体这一关你都过不去。那有没有可能不是我学的有问题，而是我们这边根本就不能修炼你们那边的功法？不会吧？虽然此间灵气稀薄，但若只是突破玄关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依我看，我即便真想修炼，也不能走常规路线。你们那儿的人都是几岁就开始打基础，我能跟你们比吗？这倒是没错。所以啊，还是得走捷径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只能双修。我躺平了，你把功力传渡给我。你想得美！而且双修之法未必有你想的那么好。别问我，我从来没了解过什么双修功法，我也不知道。那记了，我的首次修仙尝试宣告失败。快醒醒！我是不是要回去了？估计是吧。好感度增加到50了。任务条件居然有3个，20万的宗门声望，将10月的修为提升到神魂境中期，还有20万2白银。OK， 这样就神魂境中期了。神魂境修士，还有神魂境中期。是打车。江仙子，你没死？怎么每次见你，你都在被人追杀？来者是月影宗的江时月吗？帮我一把，我给你1万两。你们完了，我姐妹睡醒了就要杀人。月影宗的道友，莫非是要插手我烟雨楼的家务事？家务事？张堂主真会说笑。你身旁的2位，难道不是圣火教的人吗？月影宗如今名存实亡，道友身为大劫幸存者，还是先顾好自己的性命，莫要多管闲事，否则……我操！你神魂境中期了，今日之事，老夫记下了。靠，感觉被游戏做局了，这转身就跑，岂不是少了一大笔收入？还好有1万保底。
给钱。谢了，不谢，你给钱了，应该的。我能在你这里待会儿吗？刚才被追得有点狼狈。可以可以，我建议你在我这儿先把身上洗干净，再换身干净衣裳。之后一定要提醒莫哲之，不要再在我面前换衣服，我实在比不过。哦不，是不能让某个无耻淫贼奸计得逞。你是不是凑得有点太近了？现在该说说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已经帮你把你爹挫骨扬灰了吗？你怎么又在被人追杀？老楼主飞升时没有选择任何一位堂主继任楼主之位，反而留下了3把钥匙，用以开启他留下的洞天福地。你在撒谎！你其实想要争取楼主之位，只是实力不济，不得不狼狈逃遁。现在你又找到了我，你是想让我帮你夺取老楼主留下的洞府机缘？好吧，我确实有心争夺，但并没到你说的那种程度。如果刚才没有遇上你，我会把令牌交出去保密。那你们老楼主具体留了些什么机缘？不清楚。有消息说，老楼主可能将他一生的积蓄全部留在了洞府之中，只有集齐了3把钥匙的新楼主才能得到。机缘到手后如何分配？那你先拿你需要的。我如果说我全都要，是不是有点不太道德？可以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大车身上果然有大支线。对了，最近蜀州境内有发生什么大事吗？那日月影宗这里传出恐怖灵力波动，算是一件大事。另外就是我们烟雨楼变故，算是大事。这些你都知道了。另外，那位号称人间绝美的令仪公主来蜀州了，算是大事吗？令仪公主，好像听说这位公主不仅人长得貌若天仙，魅力无穷，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。这位公主此前一直在各州巡游，说是要给世间最俊朗的8个男子各自画一张画像，然后再从中挑选一位当做驸马。怎么听着这么像营销呢？还有别的大事吗？别的大事？你之前弄的动画，现在在蜀州火得一塌糊涂，这算是大事吗？哦，差点把这个支线给忘了。到底怎么做到的？这江石院真是鬼才呀！这段时间，这普通人修仙传在蜀州大火，就连唐门都找上我们神机门要分一杯羹。但这动画技术实在是无法参透啊，可惜了，人死如灯灭，这普通人修仙传应该就到此为止了。啊！江石院，你没死？我看外面都在说，这普通人修仙传变成你们神机门制作故事了。误会，误会！仙子此前只让老夫推广动画，又没特意叮嘱老夫署名。何人敢在我神机门内放肆？诸位都冷静，冷静！这里是我家，打不得，打不得！江仙子只是来找我问事情，没想到惊扰了2位长老，都是误会。这普通人修仙传是江仙子一手制作，她今日只是问我此事后续，并无敌意，大家莫要闹出更大的误会了。我们刚刚说到哪儿来了来着？我打算再给你几10集的动画内容，你继续免费播放给蜀州城内的观众。还有几10集，果然还得是原创作者啊！有这几10集的后续，都不用唐门帮忙推销，我自己就能把刘影石的价格提到100两。但是有2件事情：第一，后续内容必须标注是我月影宗出品；第二，你那刘影石卖的太贵了，要我说最好是免费送。阁下莫非是以为我神机门是做慈善的，免费送给其他修士？真是笑话！不是你谁呀？就搁这插话。古长老此言差矣，刚刚江道友也只是说最好是免费嘛，又不是说非得免费。还是黄长老看着聪明点。古长老可比我厉害得多。你给我1块刘影石，我先上传着。好好。黄长老有没有考虑过升级这些刘影石，让这些刘影石即便相距极远，也能完成信息交互？道友所描述的这种情况，有些像是蜀山的天书，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直接沟通。黄长老，那这天书加刘影石有没有搞头？这不就是我之前用的那个平板吗？之前听沈大人说过，平板可以无视距离完成信息交互，
难道神大人想在这边造平板？感觉有点说法。黄长老若是有想法了，可以联系我。黄师弟，你要不先查看一下那枚流影石？好，不愧是原创，就是这个味儿。你再看看这流影石里的内容。这又是谁制作的后续内容？是唐门模仿作画风格，先画出来骨架，再辅以特殊兴奋，令其展现动态，最后达到相似效果。唐门这是想取而代之，不过仿品终究是仿品，即便不考虑故事内容，光是制作质量都要明显差一截。这动画毕竟是江石院开的头，古师兄，要不还是让唐门主别白费力气了。黄师弟，这里是蜀州，唐门的地盘，这月影宗的小辈开口便是免费送人，不像是有脑子的人。不过黄师弟，你是觉得他给你的后续内容要更好一些？的确是更好一点，而且内容要多得多。那便先用他那一版，价格就如唐门门主说的那样，尽量往高了提。我还以为你去神机门是为了索要版权分成，但你好像另有目的。别担心，你的事情我记着呢。要是流影石能改造成手机，然后再人手发放一部，再把内容编纂的权限掌握在月影宗的手上，那么我就能以极度轻松的方式获取宗门声望值，分分钟就给他拉满啊！然后是大车这边的事情，你能不能大概估算一下，你们烟雨楼另外2桩势力什么时候会像先前那样找上门？不好说，他们应该会很忌惮你的存在，所以不会再轻易出手，甚至有可能他们两方会先决个胜负，最后才来找我们麻烦。但只要你一直光明正大的等在这儿，他们总归是会来的，对吧？道理是这个道理，那你抓稳了，我要开始加速了。啊，你放心待在这9楼客房里，不要乱走动，我会一直在暗处关注你，一旦对方找上来，我就会跳出来跟你一起抢夺钥匙。OK， 先存个档，然后开始倍速。刚刚那是最后一集。回殿下的话，好像确实是最后一集。岂有此理！这神机门胆敢如此吊人胃口，其心可诛。殿下，奴婢昨日在城内听说神机门正赶工制作后续内容，想必用不了多久就会将这普通人修仙诀的后半部分放出来。希望如此吧。不过这神机门确实太卑鄙了，明明已经高价售卖流影石了，却还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。就是把动画内容卡在韩老魔结姻前夕，这是人能做得出来的事情。先不聊这什么动画了，你们说说这2日蜀州城内还有其他有趣的事情没？回殿下，除了这动画，也就是我们明日将要开启的灯火大会，称得上是有趣的事情了。前段时间倒是听说月影宗又遭遇了灾祸，不过这事儿也轮不到我这手无实权的落魄公主来操心。想必我那位执掌北镇府的太子哥哥，现在已经在头疼了吧？烟雨楼的人没调出来就算了，神机门也完全没有尊重我这位原创。唉，虽然我也不是原创，那他们也太过分了，连毫不相干的唐门都署名了，我月影宗这3个字却一个都没有。你听说了吗？灯火大会明天就开始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得去看看，到时候应该很多人吧？那必须的。这灯火大会又是哪来的？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位令仪公主，这灯火大会就是她搞出来的。具体是做什么的啊？跟庙会类似。那位公主弄了个闯关的天梯，无论男女都可以踏天梯闯关，能走到尽头的人都会获得一份价值不菲的奖励。而且那位令仪公主会全程坐在幕后观摩，若是正好有特别俊朗的男子登天梯，她可能会邀请入座，为对方现场临摹一张肖像画，也就是所谓的八骏图。还有闯关环节和通关奖励，这综艺感有点浓郁啊，而且总觉得有一股营销味儿。据我所知，
几乎每一次灯火大会都至少会有一位闯关者被令仪公主邀请入幕。不过受邀者是否最终会入选她的八骏图还是两说，因为令仪公主宣称会在完全集齐八骏图之后才把名单公之于众。我有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先确认一下，这个灯火大会是那种会很热闹，会有很多人在现场凑热闹的大会吧？如无意外，应该会很热闹。你之前好像提到过，说这位令仪公主乃是人间绝色。具体有多绝色？有我漂亮吗？不对劲，10分有12分不对劲。那一日江石院在谈及生5个时的慌乱羞赧，和眼前这般直白的询问，完全不是一个跨风。这种不一样，就像他身体里的另一个人格是男的一样。那你觉得他和我比起来，谁更美？其实我也只是远远看过这位令仪公主一眼，不太清楚她具体是什么模样。可能你们各有千秋，皆是国色天香，但终究还是你略胜一筹。那你呢？我是说，你和我比，你觉得谁更漂亮？你调戏莫哲之还挺有意思的嘛。一开始还以为她是荤素不忌的魔门妖女，相处多了才发现这女人根本不是什么老司机，倒更像是书香门第大小姐。我现在有一个想法，需要你配合我一下。你说。我可能需要你帮忙充当一下热心观。不是说在有时见面吗？人呢？那人是谁？怎么看起来呆呆的？那是二公子，听说早早就在镜湖阁楼中等候，只为一登天梯。二公子？哪位二公子？你是外地来的吧？在这蜀州城内还能有哪位二公子？当然是唐门那位一表人才、仪态翩翩的二公子。这天梯上有8关，结果这什么彩壁二公子连第1关都没过。他这外貌形象也来凑热闹？那是神机门的黄长老，最近在蜀州境内红极一时的《普通人修仙传》，就是他一手制作。原来如此，我知道江石院为什么要我帮忙充当热心观众了，估计是要我在周围扮演路人，给他当人形喇叭吧。这不就是那位制作出《普通人修仙传》的神机门长老吗？不对，不像是他制作的动画。殿下这是怎么看出来像与不像的？因为他容貌过于普通。咦，连第2关都过不去，看来确实不是他一手制作。本宫真挺想见见这位制作了动画的鬼才，这断片的感觉真是叫人难受。哎，终于来了位女子登天梯！天啊，还是位神魂境中期的高手！哇，那竟然是月影宗的女剑仙江石院！哦，江离屁股后面小跟班啊，难怪生得如此霞姿月韵，气质临水照花。等等，他怎么就神魂境中期了？难道是永夜神虚的缘故？看来是有大机缘之人啊！他竟然会来我这灯火大会凑热闹，有趣。他让我来灯火大会凑热闹，是奔着通关奖励来的，还是奔着那位有着人间绝色之称的令仪公主来的呢？要是待会儿真跟令仪公主见了面，只希望她别用我的身体去说什么奇怪的话。令仪公主可未必有莫哲姿那样容易戏弄。第1关乃是猜字谜，阁下若是准备好了，奴家便开始出题了。你说，这一题是：上有流水之柔，下有烈火之刚，问我在何处，便在正中藏。答案是什么？啊！快告诉我，答案是什么？你当我放弃闯关了？快告诉我，答案是什么？这答案乃是一个蛋字。只要我一直独挡，把所有问题答案弄到手，我不就可以直接通关了吗？
我真的是太聪明了。天啊，连破4关，这到底是哪路神仙？这你都不认识啊？这位仙子可是月影宗嫡传神魂境中期的大人物江时苑江剑仙。这怎么如此之快？好像没有受到考验似的。胡说八道！知道那位正在登天梯的剑仙是谁吗？那可是月影宗的江时苑。这装作路人帮忙吹捧的工作怎么这么累啊？要不是我这玲珑36摸善于伪装，正好用来游走于镜湖四周，现在估计已经累死了。哇，又过一关，已经是第5关了吧？我就上楼一趟的功夫，这就闯到第6关了。奇物居的佟掌柜来了。小女子来迟一步，望各位前辈海涵。关于刘颖石向其余8州售卖的事情，我们门主的意思是，但凭贵门吩咐。这事儿能用得着我齐物君，是我齐物君的荣幸。这事儿太晚告知江时苑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厚道？这可是蜀州我唐门的地盘，这令仪公主居然敢让我第1轮就滚了，现在还明目张胆的黑幕，让一个女人轻易的闯过了前6关。二公子莫要动怒，这兴许只是江时苑博闻强识，学识过人。前面就是第8关了，让我康康这个公主的剑魔如何？到此为止了，江时苑，你靠着作弊的手到这儿，难道还不知足？还要继续往上走？通灵境初期，这人是唐门2公子唐问俊，不过说我作弊，我可不认。作弊的明明是林野溪，我江时苑没有作弊。而且这区区一个通灵境，怎么敢在我这位神魂境修士面前叫嚣喊话的？你说你身后有唐门撑腰，我身后还有神大人撑腰呢。你还不止步？作弊？真的假的？说不定是真的呢。月影宗此前也没听说有什么才学底蕴。奶奶的，不理这人还不行，影响我登天梯不说，还影响我的宗门声望值。闭嘴！让小友见笑了。不过二公子所言也并非胡搅蛮缠，小友登天梯如此之快，真不是作弊。小友还是给个合理解释的好，也让在场诸位心服口服。原来是一丘之貉，笑话！我江时苑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你解释？小友好气派。不过老夫身为唐门长老，教你一个道理：过刚则易折。各位且慢，唐门长老许是误会了，本宫姑且也是全程紧盯，想来10万仙子并无作弊的机会。或许本宫可以请10万仙子先入目一坐，这第8关乃是本宫亲自出题。若是10万仙子通过了这第8关，本宫随后自会将考题与答案公之于众。可以。那便依殿下所言。啊，令仪公主以前就是这种破碎感十足的气质吗？这种级别的剑魔，真的不进卡池吗？仙子请坐。难道是本宫姿势没摆对？我这妆容向来是男女通杀啊，怎么这江时望一点反应都没有？那便先说说这第8关的考题吧。仙子有看过最近在蜀州风靡的《普通人修仙传》吗？《普通人修仙传》最新一集是韩老魔结阴前夕，你若是能自行构思出一段让我满意的后续，我就算你过关了。嚯，还有向令仪公主推荐《普通人修仙传》剩余剧情的支线任务。这动画是我做的。啊，那动画是仙子所做。殿下若是不相信，现在就取一块神机门的流影石给我，我现场制作最后一部分动画内容，给殿下瞧瞧新鲜。本宫不是不信，只是觉得惊讶。那便以仙子所言，玉珠，去取一块流影石过来。是，殿下。这流影石内铭刻了后60集的内容，仙子或许得先抹除掉前面的内容才好留影，请公主稍等片刻。本宫有些疑惑，既然这动画乃是仙子所作，为何其中署名遗落了仙子名位？这是知识产权的剽窃掠夺，我自会上门讨回公道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中间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恩怨情仇？江时苑是打算用拳脚和神机门叫板吗？还是说有什么复杂周密的计划呀？这流影石内的普通人修仙传足有几十集呢。几十集？刚刚那么短的时间就制作了几十集，还是他一早就准备好了？哦，支线任务变了。从神机门手中拿回普通人修仙传的版权，并昭告于世。
江仙子果然有才学，这普通人修仙传的故事确实写得跌宕起伏，精彩纷呈。谢殿下夸奖。殿下，通关天梯的奖励是什么？一共有3份奖励，分别放置在不同的玉盒之中，通关者可自行从中选一个作为通关奖励。折现吧。折现就是换成银两，可以吗？你都不问问玉盒里面准备了什么吗？不过这江石院的行事风格倒是不让人讨厌，那这点小小的愿望就满足他吧。可以折现。给我吧。不必如此心急吧。按照惯例，仙子可在我这亭阁内多坐会儿，到灯火大会结束都行。我还有事，做不了那么久。这给个3、2万两银子就行了，殿下不必太破费。3万两银子，你是真敢开口啊！难道是要太多了？这令衣公主也太穷了吧，3万两都不愿意给，看来得出绝招了。今日得见公主风采，才知何为人间绝色，在下诗兴大发，想要作诗一首赠与公主。好，那就让本宫欣赏一下江仙子的诗作。玉珠，拿笔墨来。此诗名为《赠令仪》，银两我稍后来取。哎，江石院出来了。这江石院怕是过不了第8关，然后狼狈逃走了吧？是吧？这江石院不是作弊是什么？本公子今天定要戳破这无耻作弊行径，否则天下人真以我唐问君的本事，连第1关都过不了。作弊与否，姑且不论。这江石院气焰嚣张如此，连我等前辈都毫不放在眼里，着实该教训一番。江仙子已通过第8关，诗词题。诗词？这江石院能懂诗词？这诗词写得好与不好，可不是令仪公主说了能算的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箫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这诗写得很好吗？这诗是江时运写的，这诗要是我在求学时写出来的，怕不是能立马引发书院巨震。难怪他那么有底气，要让我趁着这时间四处吹捧。这位月影宗嫡传剑修，当真是惊世大才，难怪能如此迅速的破关登顶。我蜀州果真人杰地灵，令仪公主原来这么美吗？这诗太美了，真是太美了。玉珠，你赶紧命人传抄1000份，本宫要全天下都知道这诗是写给我的。是，殿下。对了，把江仙子要的3万两银子也准备好。这灯火大会来的也太值了，这宗门声望蹭蹭往上涨。事情办完了吗？还没。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？我打算让你也去登天梯。我？你去登天梯，通关奖励有银两可以拿，你拿到后银两归我。你觉得我能像你一样速冲天梯吗？没事，我能帮你速通。不是，你怎么帮我速通？难道你真有什么手段？你先去报名，听我指挥就行。他们不让我报名。怎么会呢？不是谁都能报名吗？我去的时候，修为境界高的还能插队。你不是神魂境初期吗？有几个人能比你修为高？我写过令仪公主的艳文，她好像有点记恨我，不让我报名。没看出来，你这定车大妖系的魔门大车，竟然还是个文学少女。给我看看。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。就是说没有。没有。行吧，既然没办法再获取通关奖励，那就直接进入下一个计划。什么计划？我打算去找神机门的麻烦，把普通人修仙传的版权要回来。我就知道这事儿不会轻易接过，看来搞不好还要打一架。那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？需要你躲远点儿，待会儿打起来，我可能没工夫保护你。好，
那我藏远些，有需要我帮忙的就直接喊我，我随时准备着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首诗怎么可能有外面说的那么好？我不理解。老夫书虽然读得少，但也不得不承认，那首诗并无可以挑剔的地方。这江石院此番登梯出尽风头，于我们两方而言，并不是什么好事啊。那得看我们怎么办这个事儿。若是借他东风，成人之美的同时，也不耽误咱们自己的事情，那就是皆大欢喜。真能皆大欢喜？我可是听说这小辈口出狂言，说要免费赠送刘影石，这让我们怎么欢喜？可以谈吗？哼，充其量这小辈也只是个说书的，按说书先生的待遇打发便。若是这小辈真要在我等面前指手，江石院，你干什么？江石院，你闭嘴，死老头！本座来跟神机门谈事情，关你何事？虽说这种怒斥唐门的做法着实令人身心愉悦，但会不会装过头了？万一兜不住怎么办？兜不住就堵岗。黄长老，本座前几日说的2个要求，你一个都没做到。这废话不多说，既然你们神机门不义，那今日本座就要收回这普通人修仙的版权。这狂妄小辈！我神机门用了你的画本，难道没给你银两？有给吗？看你说的如此理直气壮，我差点以为我自己记错了。只不过稍微晚了点将此事告知于你，你便如此冲撞我等，真当我等？没给钱，你还敢这么嚣张？本座早就想砍你了。也罢，老夫便亲自出手，教训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。这就打起来了，这么快？无耻小辈，休得放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江石院，他跟唐门长老打起来了，这也太莽了吧！为了拿回普通人修仙传的署名权，竟然直接对唐门大打出手，这能赢吗？这臂的血条还挺长，不过还是比神虚的怪物好打一点。此子竟恐怖如斯，好厉害！诸位助我！他不会要下杀手吧？那不行啊！杀了唐门长老还怎么在蜀州赚钱？诸位到此为止吧。我家殿下还希望今夜的灯火大会能顺利延续下去，还请诸位给老身一丝薄面。这人怎么没血条啊？仙子冷静，蜀州毕竟是唐门的地盘，你若真斩了这几人，唐门必然不死不休。若只为了普通人修仙传的斩权，不值当如此。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你休要猖狂！哼，一句话，普通人修仙传的版权，我月影宗回收了。狂妄，真是太狂妄了！没了神机门的阵法支持，他就是有那本领又如何？老夫先回去调息疗伤了。殿下，打钱。玉珠，把准备好的千珏宝珠拿上来。你获得了3万两银两，不愧是能令6宫粉黛无颜色的殿下，果真绰约大方，令人敬仰。6宫粉黛无颜色，这么撩人的词儿，这么信手拈来吗？仙子为何这么着急离开？我还有点事。仙子方才不是已经大闹了一场，逼得唐门和神机明2大宗门都退避三舍，想来版权之争已经解决，还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？拿了本宫3000两饷就这么走人？刚刚那句6宫粉黛无四色的前后句呢？我急着去和别人约会，公主要一起吗？那还是算了。那就算了，我先走了，回见。
怎么支线任务还没更新？难道是刚刚那一架打得不够到位？算了，先升个功法，下次再见到那几个老登，直接给他秒了。您已初步创建功法月影天书。功法创好，接下来就是刷功法等级。我看看啊，永夜神虚刷的是等级经验，那无阴神虚刷的就是功法经验喽。不行了，顶不住了，再不睡真要猝死了。主线任务要获取的银两和宗门希望值还差不少，明天起床再继续做任务吧。先前听你提起你在清溪书院当过卧底啊？是，我那时候真以为自己只去清溪书院求学，除了极少数不太愉快的事情，在书院里求学的时间其实让人很怀念。不愉快的事是和令仪公主吗？其实是令仪公主先诽谤于我，我才写了她被我控制调教的艳文，主要是为了也让她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。至于在烟雨楼，就比较无趣了。送到月影宗来的信，谁送的？怎么了？你自己看吧。啊，神机门难道想越过唐门，直接和月影宗合作？看起来是这个意思，不过又有点奇怪。黄辉宏在信件中只强调他自己，并未提及神机门，还真是。可这是在蜀州，即便是神机门也没办法轻易绕开唐门吧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这信上约你明天见面，要去吗？等他……等我明天考虑清楚再决定吧。结果还是没睡好。他来了。边上那封信件是昨晚黄辉宏悄悄送来的，然后莫哲之现在回他闭关洞府拿东西去了，令牌在我身上，他待会儿就回来。还有，他好像知道你的存在了。看样子黄辉宏是觉得天书加刘颖石有搞头，才私底下偷偷约江石院见面。那就去一趟吧，现在时间还早，再去藏书阁里搞个剑法。您已学会天阶剑法，剑一。天阶剑法？这就没了？殿下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，又有什么不好了？王然也来蜀州了。这个死直男怎么也来蜀州了？他之前不是还在青州游离吗？来就来了，本宫这位二师兄也一样在游历天下。我虽然不待见他，也不至于霸道到不准他跟本宫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界。哼，奴婢打听到消息说，他好像是带着夫子的任务来的，可能是要去找江石院江仙子。什么？夫子让他去找江石院？我明明就在蜀州境内，夫子有什么安排，居然不叫我去办，还专程另外找来王然，分明就是不相信我。知道具体是什么任务吗？奴婢没有打听到具体内幕，但却看到王然的随从和神机门长老黄辉宏走在一起。神机门？难道夫子是想让挪子剑来接手月影宗的动画产业？这江石院能答应吗？既然二师兄来了蜀州，本宫身为小师妹，自然是要和他见上一面，叙叙旧。有神魂境修士闯入月影宗。都说这月影宗充斥不祥，我看也没什么不祥出现嘛。哎，他就是江石院吗？真是个魔门穷鬼，才1万两银子，还是赌场问问他是来干什么的吧。灵神境，
生什么了？怎么会有灵神境强者？刚刚那是夫子。谁？国子监祭酒，灵神境修士。而这人应该是夫子的二徒弟王然。刚刚夫子应该看见你了吧？他知道是你杀了王然吗？应该看见了吧？那事情就麻烦了。夫子是出了名的护短，你杀了王然，他很有可能追杀你。这样啊，那怎么办？我们竟然招惹了一位灵神境修士，跟我一起逃吧。莫哲之。逃？真的能逃得了吗？如果夫子铁了心要为徒弟报仇，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就当成是我杀了王然，我亲自去挪子监负荆请罪，有5成纪律，夫子不会杀我，只会将我镇压。那我呢？你天赋非比寻常，想来晋升到灵神境也用不了多久。等你也晋升到灵神境，自然可以问夫子将我要回来。这主意不错。那你知道这个王然为什么突然来我月影宗吗？这我怎么知道？没事，我们问问他就知道了。开始读堂。你就是王然。在下正是国子监王然。哈哈，这就是我王然的名声啊！纵然是在这犄角旮旯一样的月影宗就职，也一样是天下谁人不识君。你有什么事情，赶紧说。哈哈，其实在下本该约仙子在蜀州城内见面，但因为听说昨夜仙子在灯火大会上连破8关，汇速登顶，在下着实感到惊奇，所以才冒昧打扰，先一步来到月影宗。你到底想干啥？实不相瞒，其实令仪小师妹的天梯考题有大半都是在下亲创，其难度在下自然最是清楚，所以在下是想确认一番，仙子是否真有那般能力，能连续答对我亲手写下的。凭什么？你说让我答题就答题，你给钱吗？当然给，就当是登天梯，在下出8道题，仙子若是能全部答对，就当仙子再次登顶，在下愿意给出一份登顶奖励。你全身上下才1万两银子，太少了。他怎么比我还清楚我身上有多少余粮？1道题1万两，全答对给8万两，但凡答错1条题，我1分钱不要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哈哈哈！就依仙子所言，他还真答应了，那赶紧先存个档。王然，他怎么在这儿？那我们就开始了。来吧。第一题，猜字谜。日上竿头，人影在地，猜一个字。日所的所。这么快就知道答案了？也对，昨晚灯火大会他已经证明过绝伦天赋，这些考题应该难不倒他吧？这也答得太快了吧，这才1秒钟啊！好，现在是第2题。这王然真是个好人啊，这样赶着来送钱，就是不知道他拿不拿得出来这么多。哎，8题答完，宗门声望值居然涨了1万，算上莫哲之，这儿不也才3个人吗？难道是因为王然这个人比较特别，所以能提供的宗门声望值也特别多？我特意选了8道难度极大的题目，但都没有难倒江时月。佩服，你像是一早就知道了答案一样。你什么意思？想赖账？哈哈哈，非也非也，在下只是惊叹，几年时间，仙子竟也变得如此博学多才。你认识我？自然认得。当年江离姑娘横空出世，天纵之姿，年轻一辈谁不知晓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大家知道江离，自然也知道江离还有个不善修为，只长得漂亮娇嫩的亲妹妹。这人也太会说话了吧！给钱吧。剩下的7万两，还请仙女给在下些许时间凑一凑，应该用不了多久时间就能凑齐。你先前提到说，你和神机门长老黄辉宏已经见过面，所以下午的会面你也会参与。嗯。真是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虾米吃水，水落石出。灯火大会结束后，
我找到老门主，我把我的详细计划全部汇报给了他。哈哈哈，恢宏啊，这事情我支持你，你放手去做，不用担心神机门沾染因果，我替你想好了，你就新开一派宗门，当一门之主，被扫地出门，啊不，自立门户也不错。虽然明面上和神机门没关系了，但背地里老门主还是会给予支持的。爸。哈哈，恭候诸位多时了。客套话就不必了，直接说正事。其实正如老夫先前的书信所言，老夫以为天书加刘颖石确实有些意思，所以老夫想着，不如就大展拳脚，试验一番。实不相瞒，老夫此番乃是破釜沉舟，连神机门长老之位都辞去了，准备另立门户，只为能和贵宗共同开发这潜力巨大的想法。另立门户，这黄辉宏这么有决心。行，那这新的宗门就叫风灵宗吧。风灵宗，门内现在有弟子吗？这还未上北镇府登记，自然是没有正式弟子的，顶多只有几名老夫亲自教导的记名弟子，能从神机门带过来。那再招点人，起码有个20-30个人，2班倒，应该能勉强应付初期的产量需求。慢着慢着，仙子，倒也不必如此着急。哪来那么多时间磨磨蹭蹭？就照我说的做。老夫不是说招人的事情过于心急，而是我们两宗还未商量好如何分配工作，又如何分配利益，这就开始谈招收弟子的事情，不是太心急了吗？两宗？没有两宗，风灵宗就是月影宗的下属宗门，负责炼制天书和贩卖运营就行。你这也太霸道了吧！哈哈哈哈哈！黄长老是想说，自己手里有熔炼天书与刘影石一体的炼器技术，理应占据主导地位，但江贤子也想要绝对的掌控权。其实，黄章长老想的太简单了。不是，你怎么变成月影宗的人了？黄长老到现在还是不明白江仙子的提议有多么有远见。天书加刘影石，当真只是为了让天下人看到几集动画吗？非也非也。黄长老总以高阶修士视角去观察这天下，却不知凡人世界才更加广阔。这天书乃是改变天下格局的利器，若天下人人守一个，月影宗重回顶尖宗门只是时间问题。黄长老以为自己掌握主动权，其实大错特错。真正有价值的智慧保存在江仙子的脑海中。想来江仙子不以拖泥带水，在下便自作主张，提议3期开，月影宗拿70%，剩下30%再另做分配。什么？我才30%？不知在下此番论证，能否抵平些欠款？不能，而且3期开不行，我全都要。全都要？江仙子的意思是10零开？本座也不是吸血鬼，等赚了钱，该分的红自然不会少。但无论事情怎么做，利益如何分配，终究得本座说了算。哼，欺人太甚！我知道仙子天资绝顶，能瞬间领悟老夫的阵法，但若是老夫不去开创阵法呢？阁下又当如何？还好我之前在藏经阁创造了一本月影天书，自己拿去看。月影天书，不会是天书的炼制之法吧？再快些，可别去晚了。要不我们直接飞过去吧，殿下。城内辇车再快也快不起来啊。那可不行，本宫岂能随意抛头露面？方才奴婢瞧见了，王然先生等人才刚刚入城，想来现在没有那么快出结果吧？谁知道呢？加速，加速！殿下，前面就到了。我不如他，我不如他，我不如他呀！黄长老何至如此？和这月影天书相比，我那点阵法造诣，简直是
不提也罢，不提也罢。这可是神大人今年搞出来的天阶功法，区黄辉红怎么可能比得上？这频率都快赶上灯火大会的时候了，难道游戏机制就是这样的？越往后，声望涨得越快？老夫原以为自己在阵法之道上也是人中龙凤，可今日见了江仙子，才知道自己不过是井中蛙，观天上月。老夫先前准备的那熔炼之法，若是勉强算得上是黄级，那江仙子这帮月影天书就绝对是天级。这黄辉红为什么要用神念传音？是担心丢脸吗？确实令人惊叹不已。照理说，以仙子这般造诣，已经不需要外人协助了，今日何必要应约而来呢？急！这就炼制好了？很显然，炼制月影天书太耗费时间了。本座没有那么多闲工夫亲自上流水线当工人。除了炼制天书，平日里运营服务器，保障售后服务，各处都需要人力物力。难道本座要单打独斗，把所有琐事全部干完吗？所以黄长老，有你，对宗门来说很重要。还有，本座到现在都没看懂，你们国子监的人怎么也来这儿凑热闹了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仙子还请嘴下留情，给挪子监一些薄面。人很多，不就我们几个吗？啊！仙子有所不知，王然平日里都带着先天灵宝，那灵宝能映照他自己平日所见所闻，而在另一头，许多那同好会的读书人都能瞧见。这听着怎么这么像直播呢？难怪宗门声望值一直在以非正常速度上涨，原来是一直有人在看啊！你懂不懂律法？不知道随意直播他人日常是侵犯他人权益吗？何况是这等商业机密，你们国子监的人都这么不讲礼貌吗？仙子误会了，在下的确是将今日见闻散发给了同好会成员，但并未启用灵宝全部功能，仅是以文字方式传播在下今日所得。在下若是没有猜错，仙子如今许是很需要为月影宗壮声势传名望，所以才自作主张替月影宗传播盛名。这貂袍还真有两把刷子。那你们国子监到底想干什么？在下并非代表国子监，只是恰好听说了蜀州的热闹，才一拍脑袋来蜀州看看新鲜。若是恰好还能与诸位共事一场，就更美妙了。可惜如今看来，这即将横空出世的风灵宗确实没有在下的一席之地，那便只当在下今日凑个热闹，多有打扰。啊，你也只是来凑热闹的？那我成啥了？凑热闹的？我听懂你的意思了。殿下修的什么心法？是国子监收藏的地阶功法玉女清心诀，有原版吗？给我看看。现在这心法是天级了，这是我送给殿下的一点心意，他人可无如此待遇，希望殿下喜欢。这功法绝对比之前的精妙许多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殿下，能给王然借点钱吗？啊？为什么给他借钱？他欠了我7万两，殿下能先帮他补上吗？你当我是富二代啊？7万两，你怎么不去抢呢？别担心，殿下，王然之后会还给你的。7万两，我确实拿得出来。那师兄便先谢过师妹了。刚才本座眨眼间将地级功法提升为天级功法的事情，有传播出去吗？正在写。老生替我月影宗宣传，这次你擅作主张的事情就将功倒过了。好，就当是在下赔罪了。我定然将此间奇闻栩栩如生地描绘给同好会的诸位。那事情就按照本座先前说的定下来。黄长老先招懂炼器之道的弟子入门，筹备足够人员后，便立马动工。明白明白。无知小辈，敢得罪我唐门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你们要抢我的东西，我不愿意给，就成得罪了。
你们唐门若是识趣，就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，莫要来觊觎本就不属于你们的东西。放肆！我唐门乃是10大顶尖宗门，岂是你这宵小能够呼来喝走的？行吧，那就打，打到你们唐门看清局面为止。真打赢了，而且感觉都没怎么费劲。二师兄，你修为比我高，应该能看出些根底吧？我怎么感觉江石院不仅打赢了，而且还赢得很轻松？师兄也看不出来。还有二师兄你看不出来的事情？师兄今天没看出来的事情太多了。先不说了，师兄得去追踪战场了。同好会的诸位，还等着师兄直播战况呢！哈哈哈！太子有北镇府事，陛下有宫内的天下第一灵神镜，就连我最讨厌的皇后娘娘也有半个国子监撑腰，就我什么都没有。只要江石院愿意追随于我，我不就什么都有了吗？等江石院这位妖孽天才问鼎天下，我就可以黄袍加身，成为风华绝代的女帝。等等，所以王然这死直男为什么也突然来找江石院了？坏，大坏特坏！还是逃了3个回去。这龟壳还挺硬，都打到家门口来了，唐门的灵神镜应该坐不住了吧？不是说我有取死之道吗？唐门的人呢？出来呀！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小友，我们两宗各退一步如何？退一步，可以。这2个神魂镜，一个5万两，拿钱赎人，本座便当作今日无事发生。可以。娘，人家都打到家门口来了，大长老怎么不出手，还让我们唐门给钱？闭嘴！大长老自有考量。发生什么了？师兄，你快说啊！唐门以10万两换2位长老性命，然后就此休战。竟然真的让唐门服软了？唐门大长老是没在宗门吗？还是说江石院方才的杀伐，连那位大长老都感到忌惮了？完美，10万两银子到手，宗门声望值也只差最后几千了。哎，墨折之人呢？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我应该没走错吧？消息上说是这里啊。就是你叫我来的。莫哲之，本尊观察你很久了，想来你并非如你表面那般与世无争，否则你也不会冒险赴约。不，你误会了，我真没什么野心。而且看来你也没有完全信任江石院，如此甚好。这样我山海坊才有机会与你合作。你能不能转过来说话？不能，背对众生说话更有气场。你他喵的脸落家里了！长话短说，本尊知道你手里掌握着1枚令牌，也知道另外2枚令牌已经合体。若是本尊计算不错，不出7日，你手中那枚令牌必然保存不住。另外2枚令牌居然凑到一起了吗？与我山海坊合作，本尊可以保你夺取另外2枚令牌，无惧烟雨楼与圣火教，而你只需要付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代价。你保我？你打得过江石院吗？笑话！本尊乃是神魂境大圆满，他如何与我相提并论？况且本尊身后还有整个山海坊做支撑，岂是一个诅咒缠身的月影宗能够比拟的？山海坊想要什么？老楼主的洞府打开后，我山海坊只取1件东西，其余全都归你。这就是你们山海坊掌握的隐秘。想必你们处心积虑想要夺取的那件东西，才是洞府里面最珍贵的一件，对吧？对我山海坊来说很珍贵，
但对你或许一文不值。哦，那我有点好奇了，你们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了。连情报共享都做不到，我凭什么相信你们山海坊？就当我今日没来过这个地方，告辞。告辞？你怎么告辞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本尊这地方岂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？若是你非要走，也可以把令牌留下就行。原来还是想抢夺令牌，你真以为我是只身前来？实话告诉你，我来之前已经跟江石院、国子监王然织造过了，他们很清楚你这地址在哪。那又如何？你以为他们进得来吗？这洞府确实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。我一神魂境初期的修士，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，就踩进了这洞府。我这地方乃是神虚同源，除非是我亲自动手，否则没人能进来。点赞破10万，今日我便带诸位同好共探神虚。不愧是能在月影宗大劫中活下来的嫡传弟子。殿下稍等，等我把那妖怪抓来再聊。大圆满的修士也不是他的对手，难怪唐门先前服软了。这潜力股，我必全力投资。哼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们来的正好。那有什么收获吗？没得到太多有用信息。方才那大妖只是说，老楼主留下的洞府里有一件和神虚相关的东西，对山海坊而言很重要。说起来，山海坊的妖修都是那歪瓜裂枣的模样吗？妖修大多确实长得不太好看，凶相毕露。等等，你是看到刚才那大妖的相貌了？看到了，一条傻狗，还自称什么什么真君呢。你真厉害。其实也不是所有妖修都长得不好看，得看血脉，具体的我也不太懂。你看刚才石阶旁边的侍女，不长得挺端重的吗？没注意看吗？是因为神大人的注意力都在那头大妖身上吧？他们都没你好看。瞧你这水嫩脸蛋儿，这腰，这腿，这人竟然在说什么啊！对了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但这上面好像有类似先天灵宝的气息。这东西哪来的？哦，刚刚砍了那狗头一剑，他身上爆出来的装备。这样啊。不过我发现这东西好像能直接使用，我试试看啊。姐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这东西好像是万华镜，是一种灵宝仿品，据说可以照见过去和未来。这是不是说明姐姐确实如神大人所说还活着？万华镜，我能试试看吗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看到以前在清溪书院的画面了。那我也试试。有个男人。我信，我没说我不信，我就是有些头晕。我真是太会赚钱了。现在背包里差不多有4万两，莫无情那边还有零零散散的3万，到时候也让莫哲峰处理一下。你好像很缺银子，是有什么原因吗？重建宗门要钱啊，而且重新给月影宗登记宗门也要钱的。难怪你一直把1万两挂在嘴边。对了，你应该知道登记一个新成立的宗门时还得送点茶水费吧？茶水费就是得给北镇府的府官另外的钱，一般在3000两左右吧。什么？还有这种潜规则？我看北镇府是不想开了。其实我有办法帮你省下这3000两，要不你去给月影宗重新登记时也叫上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登记，出发。这支线任务结束后，游戏内容没什么变化呀，也没出现新的可操控角色。无意冒犯，
刚刚听你说要重建月影宗，难道你就不怕重建招牌后又出现不祥之事吗？不怕。难道你已经知晓不祥的来源？不清楚。难道你知道？我要是知道，就不用等了这么久，才小心翼翼地问出刚才那个问题了。不知道。